大家好，我是文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期视频，我们会跟闺蜜丽蓉一起整理她的厚外套，然后决定把哪一件留下，哪一件挂到网上卖掉。如果你觉得丽蓉穿哪件衣服特别好看，或者觉得她应该卖掉哪一件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，加入我们的断舍离计划。丽蓉现在把她的外套整理出来，我先带大家看看她的首饰和香水。这里挂了很多耳钉和耳链，这是香水，这是化妆品和护肤品，这是头盔。天气暖和的时候，他会去户外骑车。丽蓉已经把衣服都拿出来了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她都有什么冬天的外套吧。这是一件长款的羽绒服，黑色的，有帽子，帽子上有毛毛。这件衣服比较实用，而且很耐脏。耐脏的意思是它脏了也看不出来。一般深色的衣服都比较耐脏，浅色的衣服都不耐脏。衣服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口袋。这是一件短款的红色羽绒服，很好看，很适合丽蓉，颜色很鲜艳，很适合圣诞节、新年和春节的时候穿。我之前看她穿过很多次这件外套，把拉链拉上看一下，它还有一个收腰的设计，这件不卖。把拉链拉下来，脱下来，放到床上，叠好，放到一边。这是一件短款的粉色羽绒服，这样的粉色叫水粉。这件衣服看着一般，但是它穿上以后很好看。所以买衣服一定要试。有的时候，一件衣服看着不错，但是穿上就会发现不适合自己。有的衣服呢，看着一般，但是穿上以后，可能会发现很适合自己。这件衣服的设计是大版型的，大版型就是看起来会很大。丽蓉
最近瘦了很多，所以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显得更肥了。衣服太大了，我们也可以说衣服太肥了。衣服太小了，我们也可以说衣服太瘦了。丽蓉觉得这件衣服她以后都不会再穿了，所以可以挂到网上卖了。这也是一件短款的羽绒服，粉色的。丽蓉说，这个粉色叫皮粉。穿上这件衣服不是拉链的，是纽扣的。纽扣我们也可以说扣子。把扣子扣上。这件衣服是浴袍风的设计，脖子那儿比较空，所以可以搭一条围巾。把椅子挪开，把箱子拉出来，把箱子打开，把围巾拿出来，围上，照一下镜子。这个搭配不错。把围巾摘下来，放进去，盖上，推进去，把衣服脱下来，叠好，放到旁边。这是一件马甲，也叫坎肩，南方叫背心。照一下镜子，穿反了，脱下来，重新穿过。这是长款的粉色羽绒服，比较薄。丽蓉的衣服都很新。一是因为有很多衣服，她都只穿过1-2次。二是因为她的衣服存放的比较好。这是一件粉色的毛毛外套，像棒球服的设计。这是一件米白色的长款羽绒服，很大，有帽子，有收腰的设计。这是一件蓝色的短款羽绒服，这种蓝色叫海盐蓝。帽子很大，把扣子拉开，脱下来，叠好，放在旁边。这件白色的可能不会再穿了，可以卖了。这是一件长款的羽绒服，浅蓝色的，有拉链，也有扣子，设计很简单，两边有口袋，但是没有帽子。灰色的短款羽绒服，男女都能穿，可以留给轩轩长大以后穿。这是浴袍风的短款羽绒服。北京的春天和秋天都很短，所以这件衣服的使用频率不高。长款的粉色羽绒服，口袋很大，帽子也很大，帽子里面有毛，
戴着应该会很暖和。这件衣服的设计也很简单，这件衣服过2天可以穿，所以先放到一边。黑色的短款羽绒服，轩轩可以穿。这是一件棉服，有领子，看起来很薄，但其实很厚。仿羊羔毛外套，很厚，看着就很暖和。深蓝色，也叫藏青色的毛毛外套，上面有草莓的图案，很可爱。这是一件紫色的滑雪服，滑雪的时候穿，防水又防风。这是一件小香风的长款外套，有点薄，因为不实用，所以我们开玩笑说，它是一件美丽的废物。废物就是没有用的东西。这件羽绒服很厚，丽蓉买了2件，一件是白色的，还有一件是深蓝色的。后来我也试了一下这件衣服，它的领子是羊毛的，会扎脖子，不舒服。所以最后，丽蓉决定把这2件衣服都挂到网上卖了。这件是乳白色的短款羽绒服，是丽蓉的风格。丽蓉今天试了很多衣服，一直在穿衣服、脱衣服，所以身上的毛衣已经被摩擦的起球了。又是一件羽绒坎肩，太长了，黑色的，可以留给轩轩明年穿。这是一件薄的黑色长款羽绒服，有腰带，把腰带系上。这种款式的衣服，它有很多件，看来他很喜欢这样的衣服。这是一件机车风的外套，很酷。这件外套是驼色的，比较薄，春秋天可以穿。好啦，试完了。丽蓉真的有太多闲置的衣服。闲置的东西就是不用的，或者不穿的，被收起来的东西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闲置的东西。把所有的厚外套都试了一遍之后，我们决定把这些衣服卖了。卖二手衣服时，我们要告诉大家，这件衣服新不新。如果是买回来没穿过的衣服，而且保存得很好，我们可以写几乎全新。如果买回来穿过1次，我们可以写90%新。如果穿过2、3次，买回来的时间有点久，
可以写8成新。丽蓉的衣服差不多都是9成新的，因为很多衣服她都只穿过一次，有的甚至都没穿过。除了衣服几成新，我们还要写这件衣服包不包邮。包邮就是卖家付运费，不包邮就是买家付运费。一般我们还会写非质量问题，不退不换。意思就是如果衣服的质量没有问题，我们不接受退换。这些衣服到我们做这期视频的时候已经都卖了。这件粉色的短款羽绒服卖了50块，这2件衣服都卖了100块，都是包邮的，也就是邮费是丽蓉付的。除了邮费，我们还要付平台服务费。服务费是成交价的0.6%。比如一个东西我们卖出去是100块，那么就需要给平台6毛钱的服务费，很便宜。其实除了这些衣服以外，我们还帮丽蓉卖了一些包，一台空气净化器和一台面包机。空气净化器是3000多买的，只卖了190块，而且运费要60多块，所以最后到手只有120几块。面包机是日本松下的，买的时候1000多块，我们卖了300块，运费花了30多块，所以最后到手270多。这些包也很便宜就卖了。这个粉红色的卖了60块，这个黑色的卖了80块，这个小的卖了31块，这个白色的很大，可以装电脑，卖了45块。其实我回北京以后也卖了很多东西，比如旧手机、电脑、相机、衣服、包，买咖啡送的杯子什么的，也都卖得很便宜。特别是电子产品，苹果6只卖了10块钱，苹果12 Pro 卖了1000多一点，苹果第6代平板电脑卖了230块。虽然卖不了多少钱，但是放着也会成为电子垃圾，所以干脆就都卖了，也能给家里腾出一些空间。好啦，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吧。你喜欢买或者卖二手的东西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比较有意思，而且
学到了一些新的词语和表达的话，也别忘了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。下期视频见，再见。